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其实，能有说实话，章子怡能有几个呀？但是你说问题是，全也是同班同学，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儿，还很多情况下，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聚会他们就不来了。那确实，那可以想象啊。对我原来我是觉得第一次意识到特别影视圈特别残酷，是我有一次去探班，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我就觉得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你接触的还是中低档的演员嘛？对，小演员。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 A、B、C 三个替什么背后的替身、远景的替身，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啊，不红的就在那儿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更明显的是化妆间，你看我刚来，你看文涛老师就很好，说汪老师你先，我换，那红的就是他有单独的化妆。对不起，我们就一屋，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师。对，这个单独化妆间已经不算什么了。好莱坞什么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嘛，一辆化妆车里面保姆啊、助理啊什么都有。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哈，刚方舟提到的什么吃特别的饭、化妆间什么，从那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什么投资？为什么投资呢？除了保护你，让你专心培养情绪，弄得美美的、得体的出场，还有什么呢？更好玩的，心理上给你一个诱因，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那你好好干，你要听我话啊！我排什么戏，去什么记者会。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回不去了，回不了头，你不能放开啊，不能放开。这同样在很多行业，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香港有一家很出名的吃鲍鱼的店，哈，那家老板告诉我说，当他在那边看到哪个厨师或者说哪个服务生啊是可以栽培的，看起来你礼貌周周，香港话就好醒目啊，很醒目啊，一看眉精眼气的，看到谁招呼哪个客人呢，他做一件什么事啊？他买一双最漂亮、最贵的皮鞋。皮鞋送给那个服务生，给他，哎，你穿这个吧，站得舒服什么？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呢，他享受过好的东西，他回不去了，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或者说也不敢，那服务不好，不然你把他炒掉了，他没有这种享受了。所以那个经纪人说，我要给他这个虚荣啊，贪污虚荣是不好的词，可是对不起，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不贪污不虚荣，请你走。你没有上进心，你不会往上爬。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还是太难了。你看啊，实际上咱实事求是的讲，过去中国有句话叫这个穷文富武嘛。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那玩意儿至少你得吃得好，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家境得好。这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这在穷文富武。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演艺啊，就现在很多想当艺术家，或者想当明星，这条路啊，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旧社会啊，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三教九流，就这偏，这都不是正门，偏行叫 low 偏行。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他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运势上来说，我觉得他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就是说我付出多少努力，我就应该得到升迁，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这个演员这事儿，您付出多大努力，您付出多少才华。甚至老实讲，你像那个，你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啊，那天我有一个朋友，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嘛。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儿，他就说文涛，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了，现在只有你有1分才华，都给卖到10分，吹到10分，对吧？把粪土卖成黄金都能这么着。他说，你说你要有点才能，早已经被。这个榨干了，这个净尽了，说是你，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人红，你就研究这个明星，你就发现，哎呦太偶然了，要叫我说，就是腾他就是这么就红了。你这他真的是有点非常不走常道的一种。但是演员里边很有意思，有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监制嘛，监制和导演呢最爱骂的是那个找演员的副导演。以前做的啊，就说你这找的不行，你这什么啊都不行，群众演员也难看什么的。然后呢，
有一次呢，叫他找演员，说都不行，不好看。那副导演开始咬牙了，说：“那你们能不能每集加1500块钱预算？”我们说：“那怎么弄？您要是加，我把那谁谁谁叫来。我们也不知道那谁谁谁是谁。我说可以给你加1500。第二天来了，女演员，漂亮多了，就加了1500。哎呦，真的，他这个演员特约演员什么，这都很明显，你就加500块钱就好很多。哎，真是太残酷哎呦，了。你知道，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我一点也不崇拜导演，因为那个我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就是这个我是20年前，当时拍一个还什么老豆酒吧呀，我们那个拍个肥皂剧，然后要找一个窦文涛的女朋友，我当时恰恰发现副导演说：“哎，窦老师，他让我挑，对吧？哎，窦老师你来到一间屋，我看他就一个黑板。”上边全是贴的小照片，哇家伙，得有上百个，下边都是手机号码，哗哗哗哗哗哗，你选谁，马上就叫来。哎，我说你这工作倒不错，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我有小孩，肯定不会让他走这条路。就比如说别的行业，就说吃苦，我可以吃苦啊，可以熬夜呀，扛大包，然后就是努力，这些都可以。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哎呦，屈辱感，对我你被挑剔说，哎，你这个头型长得不好，有你膝盖长歪太多了，就这东西有，我有同学屈辱在哪里呢？就像其他工作也会被批评。去试镜就说你腮帮子太大了，人说你呢？不是，我有个同学啊，对，他就跟我似的，他说，对不起，这爹妈给的，你要用就用，不用算了。觉得受伤害，就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太多了。还有些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些他在演着，拍你，还差最后一条了，这时候主演来了，主演的合约是到场就拍，他1分钟也不能等，对，他不能等你，于是你差最后一条，你已经拍1天了，你可以收工回去了，你得停。换光换机位拍他，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他就得想我是不是要求他，让我把这一条拍完，就屈辱啊，是吧？对，那他就得去求，人家说可以，你先拍吧。哎呦，这我是谢他还是不谢他？没有，这是从市场营运来说，这是那个叫价能力嘛。是的，是的，当然它是正常的。从市场角度上，这些从行业行规讲都是正常。这是，但是呢，你从人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不舒服的，你们说屈辱的情况，不现在这个演艺圈哈。在其他企业什么都我有一次特别震撼，也是我去一个就是去探班嘛，然后那个导演就骂那个女演员说你长得太脏了。他说脏不是说就是没洗干净的脏，就说她有风尘味。我觉得人家也是个清清白白的18、19岁的小姑娘，我就觉得你做其他的行业，说你活干得不好，说你这个不够麻利什么的，就这些指控，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说你长太脏了。重点在这怎么办？这还是很屈辱的。我举个例子，怎么办哈？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那然后骂回去，你才脏了，人家转身走了，因为他知道我忍住这个屈辱，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我可能演完这个戏，我光荣，我进军国际影展，剪个彩1000万等等。这是选择付出，因为类似的那个 humiliation 哈，发生在不同领域。比方说你在出版界哈，我也见太多了，编辑或者记者写个稿子过来不好，那采访主任说什么？文盲是吧？你文盲啊？你手残的，怎么写的字那么丑啊？什么什么？哎，那个小记者说，那你自己写吧，我不干了，回去。因为很简单。我在这里被你骂，我拿的是月薪12000港币，我出去工作可能可以其他工作找个9000，每个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有弹性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回到你刚说什么有没有受害者，有没有迫害者，往往是说你自己选的，其实你不能只怪说，哎，这个很差，他骂我。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这种事情永远有2个错误。第一个，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第二个，
你不应该选择接受这种羞辱，你不要选择完之后就说这个人很差，对这个那个，你选的嘛，方舟，这也算是这个梅花香做的苦寒来，真的。你说我有时候想，你记得陆游啊有一个词啊，就是零落成泥啊，碾作尘的，好多明星的命运，你看，包括民国的时候。零落成泥碾作尘呐，被人踩在脚底下，你有过那样的时候，你才唯有香如故啊。所以我们行业一般都怕跟刚红的演员合作。为什么？他反弹得很厉害。他原来被踩成泥过，所以他现在刚红了起来以后，很难伺候。他得狂成什么样？对，他过2年，他习惯了就好了，火气就退尽了。啊，对。他就唯有香如故了。谢谢。我觉得就还是张爱玲说，人长得不好看就要用奇装异服来装点自己。对我来说，人长得不好看就要用这个不得体的衣服来装扮自己。其实我后来看艺考，它恰好不能穿成我这样。艺考是要穿高领的衣服，不能化妆、素颜，不能整容，穿平底鞋，其实是要打扮得特别朴素。像穿成我这样就被淘汰了。你觉得最近有一个那个马伊琍啊，这是上过我们节目的，她在上海当这个艺考的考官。哎，我发现马伊琍挺狠的，就是说，哎，小朋友。你这个鼻子整的疼不疼啊？他很严格的，就是马伊琍的就意思就是说，连纹眉的，就是说这个都不应该参加艺考。你呢也要把这个洗干净之后，等把眉毛养好。你觉得他这个算苛求吗？这个是有一个因为我是中戏的，我们当时这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对于特别是演员哈，他对于他的这个后期的修饰是非常忌讳的。因为他认为演员的身体所有的部分都是他塑造形象的一部分，就你带一个原装的来给我就好了，你如果自己改装过了，那我就不要了。就是这样，是不是导演这样可以去调教的？对，他训练，他甚至以前他连舞蹈学院附中和戏曲学院附中的他也不要，因为他觉得你被人家练过了，我要一张白纸来练。直到哪一年呢？96年，就章子怡那个班。他们那个班全是舞蹈学院附中的戏曲学院，就是他老师改变思路。从那以后，结果那个班呢出的明星最多，因为他们那些基础好，就是刀马旦呐，什么那个舞蹈的那些基础好，所以这个也是在变化，它根据时代的变化，它也是在调整。而且那个是艺术，我倒是你汪老师刚说，让我想起香港电视圈最大电视台说，那个主管说。因为你们是谈艺术嘛，电视是娱乐工业产业的嘛。他说进来的人，不管你在幕前出现演什么大男一、男二、男三、女一一定要被我安排去整，一定要整。他讲明了在你签约的时候，或者说签约之后，你假如拒绝整了，对不起，我不签。要么签了，我不会给你安排角色因为很简单嘛，我投资给你嘛。我没有把你当人你是个商品我叫商品，这个地方凸了出来要烧一下，这个地方凹进去我要把它扩大他说讲明的，不然你不用演了你看王老师，我这么跟你讲，就有的时候我发现你是典型的，就是说是这个传统价值，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是这个社会现在发生的变化很大。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现在即便你不做这个整容，对吧？现在我们这个电视台技术都多得很磨皮比如有些女嘉宾我们叫磨皮滤镜你知道方舟一针一针的不是给你磨，有需要的同志我们都给他磨。你看电视上很多，那就是那这个大家觉得挺接受，都挺好。你甚至于说咱们展望未来你说动手术整的，这叫整的。将来要是生物基因方面这个技术的进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父母亲的长相的时候，那么用在挑选演员这个标准上，你怎么看？这个是从外形上来判断的。外形上判断，其实我们现在后期大量也在做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有些女演员她有个大的眼袋，我们一针一针给她修，确实是，这没人要求我自己也会去做，因为毕竟你给观众还是希望给他们美好的一面，这个修是正常的。
但是你说基因技术什么各方面变成，大家可能都会对将来一个科幻片可以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差不多，长得都很帅，很漂亮。没有，里面有一个我经常说有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啊。这个什么叫假不假？我觉得无所谓了。等于是说，我们男人穿个西装哈，会有一个体型，你站出来很挺拔。其实你脱了西装，特别中年男人一样有2个大胸脯，一个大肚皮，什么都一样。那女生一样嘛。说现实也好，通俗也好，戴胸罩、内衣很贵的内衣，把你身段缩的弄得很挺，高跟鞋对，无所谓啊。可是重点在于说什么？假如说整脸什么哈，那什么叫伦理学呢？就是说你不要承认是整的，不要承认，要给人家觉得看了，你在想我是整，是你的事，因为你说穿了，人家的幻想、想象的空间就没了，这样就不伦理了，不道德，就等于是男女明星地下情嘛。明明知道你结婚了，还生小孩了，以前刘德华、谭咏麟这等等的，可是。你不能承认啊？为什么不能承认？你没有幻想空间啊！就像汪老师说，毕竟是他没有要求，你也会替他一针一针的修嘛。对，我们这儿唯一男的修的就是家辉。你要修，我把你彻底拆破了，是吧？知道吗？你要替我每一次修。我这次不是去台北吗？我每一次去台北，我都说什么要弄眼袋什么，有弄过的都说，要休养1个月的。然后我们马上说不行啊，下个礼拜要录文涛圆桌派，那又妨碍了我了，对，要不然文涛修的那么好看，把我比下去了。咱们国内相声行，全都割双眼皮儿。你说是相声行业，相声啊，说相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流行都割双眼皮儿，您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事儿，这够相声的，这个。对。这个我所以你知道，我就发现这个美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自己看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情况下，你看整容，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去整容呢，基本上都是本身长得还可以的，就是本身她就挺漂亮的，然后挺漂亮的女生，或者从小大家都夸是那个美女的。我看很多演员，她为什么后来又变脸了？本身就是大美女再去整，我觉得还是因为精益求精呗。但是比如说像我其实就没有什么整容的这个心思，就是因为我觉得漂亮。我觉得你那脑门真的有点鼓的不太自然，是吧？这李嘉诚同款，真的。就是我在想，其实就是长得漂亮，它本身你可以说是一个恩赐，但其实也是一个诅咒。就是说，你就被迫的加入到一个跑道，你这跑道全是长得漂亮的人。但是就比如说，你说像你要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这个程序员，当一个包括作家也好，你稍微平头整脸一点。大家就说你是美女，你就全靠同行的衬托。但是如果你要当一个职业的美女的话，那你长得比你漂亮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看了一般整容呢，其实都是长得还可以的。所以像家辉老师也是好看过，所以要整。才整，对。关键在于过这个字。对，这个所以说90后的女生都很毒了哈。过。那我告诉你，那个这个我觉得最后还是2个字哈，得体。最好的部分又呈现了。我经常举一个例，我以前不知道的，好多年前林青霞出第1本书的时候啊，就在香港书展那个演讲，我来主持，很荣幸。然后呢，现场还怎么样呢？他了解一下，那个桌子不行，档次低，椅子不行，他自己花了2万块买一个椅子。我说我的天啊！一场演讲2个钟头，你2万块买个椅子，然后再买个桌子，什么灯啊，那个好了。可是后来主持的时候，我就明白，下面3000个观众，还有旁边的厅也有3000个观众，大江南北跑来看他。然后看到他的时候，拿起手机拍，激动的流眼泪什么，我就明白为什么林青霞要这样。人家来看我当然要专业给他最好的部分，我不能马虎啊。然后拍照签名排队拍照哪个角度？为什么呢？我不能让人家老远来看我，或者说花时间，然后呢得不到那个快乐的感觉。你想一下，当他拿到那快乐的感觉回家，他可能记得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一个那么得体的林青霞，那个时候我就明白，那个不叫什么挑剔，什么装什么，这个叫专业。所以有的人呢，真是生来就是要做明星的，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呢是做着明星梦的
更多的人。所以你就说我为什么说要聊这个艺考呢？我还是在这个汪老师的这个朋友圈里。那天啊，你像他这个老江湖哈，他都叹为观止。你看他发几张照片，我们来看看啊，对吧？这是美术，考美术，考美术的。你再看下边，哇，体育场，考美术啊，哇家伙，我的天！哎，这个数字你在网上去查，我都不用讲，就说这个报考艺考的啊，是这个录取率越来越低，对，报名人逐年升高。哎，对此那个作为那个考了4年才考上的汪海林先生有何看法？是这样，就是艺考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将来从事艺术工作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关于生活的一个想象，就生活和工作的想象，就是他要的那种生活，不用上班，天天在家待着。如果做演员拍戏的话，全世界各地去，很自由的生活啊。当然，他并不知道那后面有很多苦难的这个背后的故事，但是他就期待这种生活。他参加艺考，其实是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孩子，他家长带着他来找我说我们孩子想考电影学院。汪老师，你能不能帮忙？我就问那孩子，我说你考电影学院，那你最喜欢看哪部电影？我不爱看电影。他不爱看电影，他要考电影学院。我知道了，他想做一个电影人，他要有电影人的生活。至于是不是干电影这个专业不重要。他要像电影人那样，旁边有美女，有这个什么。每天出去玩，关键是美女啊，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年轻人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而且他觉得艺考呢，文化课要求不是特高，特别适合那个在学校教育当中不是很成功的孩子，然后又有梦想，又希望自由的生活他一定去选择艺考，这种人群肯定是越来越多。但是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我那天问了一个美院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讲这个学艺术很可怜呐，说是真正能到，你比如说到这个剧团呢，你别学表演啊，现在统计说这几年大概只有10%的毕业生能真正进入到体制内的。他说，但是呢，也不叫失业，他管这个叫做大部分的人，他就叫做你说的这种，实际他们叫隐性就业，对，就是1半以上的艺考，最后就艺术院校的学生出来之后啊，是自由职业混，就这么一种。但混他怎么活下去呢？也能活下去是吗？不是，你像那个耶鲁有一个统计，他们的收入啊，比如说他的法学院，这个什么医学院，他的那个收入都是排在最前面的，排倒数第一的是就他那个音乐系，就是他的艺术系，他都是收入就毕业以后5到10年。一看都是最穷的，就是说就业率又低，其实也没什么工作，就是你真正的从就业的角度上讲，选择去参加艺考，实际上不是很明智。对。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做学术的还有艺术家，就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头部就是最厉害的那波人是名利双收，社会美誉度又高，但是他的这个下层就完全是断崖式的一个断裂，就是说你这大量的底层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跟其他的行业它是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你最好的挣的最多，你第二的挣的其次，它是其他的是结构比较合理，但是这3个行业，就是它头部聚集了90%的资源，大量的底层在这种断崖式的跌落当中一无所有，但是大家还向往着这个头部的生活。但是你说这个梦，它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可没那么多年轻人有这个梦。这个梦呢，就像你说他向往什么生活哈？我前几年呢还看过一个，就是挺悲惨的一个访谈。最后这节目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王宝强的梦啊，是不是人99%是不可复制的？对，就是我一想他就是那种从吐鲁番呢，他到那个从吐鲁番。要上大连的一个艺术学校，都考不上北京的。然后这个父母真感人，就父亲陪着他坐火车转汽车，最后6天6夜，你想从吐鲁番到大连，就脚都肿了，
家里给他掏1年1万多的学费。上了之后，上完第1年，然后就是说啊，哎，老师给你们推荐去当演员，去那个到康熙王朝，是陈道明演的吧？有康熙康熙什么的大帝什么之类的，就反正一电视剧，就是说到那儿啊去当那个群演去，有个机会，这还是老师给找的，1分钱没有，因为这跟那群众演员还不同，群众演员还有钱，他们这算实习。然后呢，这小哥们呢就还挺勤奋。就是每天呢，因为有很多小太监的那个一句话，扎好，他把这个甲乙丙丁这太监的台词全背熟了，哪天老师一说，哎，这个小太监需要搭一声的，谁说他背的最熟？好，他就来了这么一句，有这么一晃。可是我就说这个梦啊，真的就是，他在这个电视热播电视剧上，这个小太监这一声扎，就这一下，他姐姐拉着他的妈妈。到这个邻村有电视的人家里，等着就看他这一下，哎，全家人这个兴奋，以致到最后他为什么觉得他对不起他妈呢？就是又要第二年好像又要交学费，交5000块钱，家里就又给他，但是那是他妈妈治病的钱啊。最后他妈妈就在去大连看望他的路上去世了。哎呦，所以他当时为了。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啊，就是说我要拍一部电影献给我的母亲。你还别说，他算成了，就因为他这个故事感动了人家，有些人愿意支持他，最后他就拍了一个我的母亲之类的一个作品。你说你通过他这个事儿，他其实很多孩子他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干这一行的这块料。他很多孩子如果接触比较多考生什么的，有的时候找我，他负责梦想。由他父母去落实，就他负责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拍电影，下面上电影学院这些事你们去解决吧。他负责这个。其实呢，演员有好多人，他老跟王宝强比，他自己长得不行，他外部条件不行，他就跟王宝强比，或者跟那些长得不好看的演技派的女演员比，他觉得我至少比他长得好看，他都能当演员，是吧？他的情况呢，其实。在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那个表演系老师，我是见过，我们是上过表演课。我们那个老师，人家拉一孩子来见他，很漂亮女孩，他一眼就说，他那个膝盖这儿不直，然后你说2句话，又说1句话，说声带闭合不全。我们看这做演员没问题，他一看就是，他从专业角度不是看你漂亮不漂亮。条件就没有。对，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是后来上的上海戏剧学院，但是他说中戏的厉害。他说为什么？中戏当时那个老师，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表演得很好，什么什么的。但老师说你的嗓音，其他有老师，他说他主考老师说他可能是感冒了吧？复试的时候我们再听听。复试再一听，那个老师说，哎呀，可惜了你声带3/4处有结节。就他就是专业到这个程度，果然他说我回去医院一检查，就是声带3/4有结节，厉害，所以他这个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就是当个演员而且特别是这2年吧，纪委进驻在这个招生里边以后，纪委进驻以后呢，所有的这个考生没有考号。临时现抓一个号进去考，就特别表演他不能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就是刚才在这个考场外抓的号。老师呢，好像10个老师8个老师一起打分。我的好朋友赵年宇跟我说，立竿见影，考生这个招的这个素质就提高了。他说管还是有用的。纪委一来就不一样对，以前呢，我听说是有些是艺考是这样的，院长是要求老师们把自己的人一个人可以交1个，把条子交上来，保他们过初试。复试以后就硬碰硬看专业了。这也是一个照顾老师的关系就是过初试可以。所以说这个要不说纪委进驻有必要吗？我记得前几年就老说这个艺考的这个什么内幕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前几年爆出过那种新闻嘛，就是说就是考画画，
就是那画画呢，哎，他在这个被监考老师发现啊，他在这个羽绒服里藏着一个，就是别人已经画好的，哎，结果给翻出来了，结果说，但是翻出来你怎么知道要画这个？就最后就发现这个很有可能。他一定也有校内老师的参与，校外的还有那种校外的，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艺考培训呢是个大买卖啊，很贵的。这家挣多少钱呢？你看我身边都有朋友的孩子学这个，有这个1小时800块钱的，还有这个一天2、3千块钱的，哎呦，这是比如说考电影学院的，有的那个你知道从山东，他去年就来了。在北京租房子，然后就天天各种的这个培训就练，这样才考这个电影学院，1年30多万就出去了。那次我们中戏同学聚餐吃饭，说，哎，我听说了，有人说考上中戏，给30万，包你上，如果没上，钱退你。我们说这买卖我也能干，有50%概率是吧？对，这万一上了呢？对，那上了是因为谁上了？那你不知道吗？反正上不了退你。但是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啊，可能这个作弊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但是就是面对这种啊200人里边取1个这种概率，家辉你说让这些真的有梦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有梦有罪吗？就我也想当演员的这个梦。难道你就劝我不要做这个梦吗？就梦我做了50年哈，基本上。哎，你做成了，家辉在电影里客串过好几遍。还讲，还要我再讲一遍吗？被剪得一秒不剩的，还说没有梦没有罪啊。那重点是说，怎么样来让他有机会踏入这个梦的门槛嘛？我们刚才的语言是坦白讲中老年的语言，因为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目标，然后有什么方法达成这个目标，也能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因为我们经历过失败成功哈。年轻人本来就不知道啊，是不是什么艺术学校全国多少所，是不是他们说了算？他说你美就美，说你不美就美，说你有整就整，没整就没整。对啊。那假如是这样，有几个老师定生死的话，可是一个健康的，我们还是说回来艺术产业，或者说扩大的娱乐文化产业的话，应该是多元的嘛。像在香港，你在不同的艺术学校出来也行，你在电视台有本身的训练班也行。刘青云、周润发古天乐有没有？是不是当邮差的？古天乐我们都知道哈，还曾经在江湖上面有闯荡过哈，好几个。他有电视台的训练，甚至好多人根本没有训练啊，就出来，是不是某几个艺术学校，甚至某几个门派，汪老师汪系了几地，你一句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这样我听，那这样才不健康。像我刚听说什么每人可以给一个名字，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光是这一个已经不可思议、不能接受了嘛。怎么可能呢？汪老师，你觉得现在咱们就是说是选拔这种人才，或者说对待这些做着这个梦、做着艺梦的梦艺的这些孩子们，你觉得我们的这种上学的这种机制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大环境有一个挺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我们当时我是大概90年第一次艺考，我考上海戏剧学院，我就记得当时来考文学系的戏剧文学系的，住在那个地下旅馆里，考生们都住在那儿，都在谈文学，就是所有的考生，考的人其实现在看不算多的，大概200-300人，他招10几个人，所有人水平都很高，我当时感觉。都看了很多书，那么考到现在的情况呢，